Hello，大家好，这一期我们来看蛮王最后哥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啊。蛮王这个英雄，对吧？现在就是有一种克制南方一个蛮王的出法，就是有一些肉的那些肉上单玩坦克的那种。然后直接选择做那种遇到上单蛮王，直接做冰心，用魔法打败魔法。前期的话换血还行，可以接受。出装还有那些都没有太大变化啊，就可能14件的话不再做新那个收集者了，做的是新10这种装备。这里被 Q 到了，把血量调整一下。对方下个 Q 准备要起手的，在那转，一技能拉进来抢2级，狂砍，这把果子给吃掉了。减速以后一技能拉进来。蛮王3级还是蛮强势的，直接走内圈。直接走到内圈，有骸骨完全不怕。像诺手，你跟他拉扯并不是很好拉扯，直接走到内圈，恶心他就完事了。准备5级的话，越塔了，蛮王又越塔了，你准备好了没有？升级了没死掉，叫个叫接，开个大招，完了，差点，还把双招给打出来了啊！就那疾跑给打出来了。不交这个疾跑还不好杀。这里的话是主 Q 的话可以更好的让自己保证一个赖线能力和对线的那个恢复。这诺手的话还是有点怂的。其实这个诺手玩的不差的，只是这个蛮王哥、绝活哥是吧？来到这个分段来虐人家，那没办法呀。我想 P 出来嘛，因为没大招的，没大招一定要学会怂啊。像这种情况下是绝对打不过的，有大招是完全没问题的。就有大招的话。有血怒，就是有大招的情况下，有血怒，对方就是怎么说呢？你有大招，对方就算有血怒，也没什么卵用，并没有菜单。只要他敢劈下来，你就直接开大招就完事儿了。甚至你开了大招，他不劈都不行，因为你连着他，快把他砍死了，知道吧？这把回去这波控线，但不知道对方会出什么装备啊，就怕直接裸个冰心来跟蛮王对线，这是最难受的，你知道吧？漏了个冰。这里的话他选择做了重伤。不怕就砍，开大招 ，A 到死，还死不掉。你看到没有？有了大招，有这5秒大招，就是根本就没办法。兵线刚好进来，回来把果子一吃，推着塔皮。这里的话不要去打兵啊，就让兵去消耗对自家小兵，你知道吧？
这样的话他就少吃了很多个兵。哎呀，这里命中了，跑不掉了。这走位刚好走进大招了，是有预判的。Q 技能没好，刚刚有 Q 技能的话，应该可以反杀的。对位的话，领先经济还是很多的。就你跟他就是怎么说，诺手跟你硬拼，打出了血怒，然后发现你开大招，他还劈不了你，这是诺手最难受的一个点。就你前期处理好以后，其实诺手后面是根本打不了你的，跟你打不了的。这里的话又有大招了，你看血怒都还没摁出来呢，血量就已经拉到底了。这里砍上碾燃，你看，直接给个大招，等大招没了以后再给个 Q 技能，但因为有重伤啊，所以挥的有点重伤效果还在，恢复的有点低，没关系，这波再回一手就行了，把塔推掉又回个血量。其实蛮王的话就没必要说做那个吸血。有 Q 技能其实完全够用了，主 Q 的，主 Q 负1。有这个火炮，那个火炮的话，攻击距离，然后攻速，然后移速又有，还是很舒服的。这把天使的话发育很不错的，射手差点意思。但说实话，你像这局，这个，只要中间不出事，到后期左边其实稳赢的这种局。但这我们看蛮王是吧？绝后哥怎么去扩大这个优势？这种话就去尝试单带就好了。像比如说如果说，因为这局里面的话，因为是队友都有优势啊哈，除了双人路，但双人路其实也还行，不是说被打崩了。如果说中路和双人路都崩了，还有打野也崩了的情况下，如果你作为一个上单，你有优势，你是不可能去单带的，我就这么跟你们讲。然后这种情况下，你怎么办呢？你只能选择去让自己的经济辐射给队友，或者说你去单带的过程中呢，让队友靠过来，在你这边团，或者说队友那边团，你要去赶过去支援，或者说提早就去那边带完线以后你就过去。如果你一直单带，那种100%是很难赢的，特别是在这个版本，单带是很难赢，除非对方根本就不顾家，你懂了吧？对面只要叫个什么清线舒服的，然后经济差的，去跟你对点，你会发现你就很难受，甚至搞不好你还想越塔越的把自己给送了，然后发现经济就你这个点是不能死一次的，等于就是有一些局，比如说队友菜的情况下，你是不能死一次，你死一次等于就是没得玩，就已经输了，你懂了吧？因为你的经济就是被对面拉后了，而且你大优势的话，大概率你也是个大人头嘛。然后有时候我也觉得你在说这些绝活哥意识差，人家就是在这种你所谓的意识差里面拿到了叫什么 MVP 然后带领队友赢了，然后你说他意识差，说带着打团。那就是绝活哥不行哦，他单带就100%赢了。
所以有时候你要明确这个局势，先要反思过后再去做判断，而不是说啊你根据你自己，哇队友不行，我他妈就要单带，我单带稳赢，你们别送，我靠，人家都拿完所有中立资源了，你想，我就问你前期，我就问你这个游戏哈，首先是个推塔游戏，其次呢，就是为了拿最后那2条龙，一条是大龙，一条是远古龙，然后或者是3条龙的龙魂，就是为了围绕着这3个点，然后去建立团队胜利的。如果说你想要，是吧？就是杀对面5个人，就是把就不拿大龙啊！我要把5个人杀掉，那对面纯菜，我就这么跟你讲。你打的是青铜局，黄金局吧？啊。现在黄金跟青铜差不多，青铜我都没见到过。这里的话进场，扛着3个人的伤害，然后再拉出来，天使又给大招，还能砍死一个人嘛？太猛了呀！大招的5秒加上天使的3秒，2点几秒，2.5秒吧，没有3秒吧。简直无敌，然后大龙直接拿到，然后这里面的话，薇恩是完全没有压力的，因为他这里是完全把自己上路的优势辐射了给了队友。你看他这局中间需要去单带吗？他不需要。我跟你说，这个版本就是要围绕着资源团去打资源，然后获取胜利。就像今年的 T1， 为什么他们能赢？他们知道拿潮虫，其实发现他的优势并不大，所以 T1 根本就没很大几率都不会去控潮虫这种东西，更多的选择是去拿小龙资源。现在英雄联盟设计师就是这样子啊，他给出的一些恶心玩意儿，你说单带能赢吗？那为什么他要砍掉那个塞恩？这里的话，利用大招以后作为一个进场，已经胜利已经奠定了，已经赢了。哈哈，薇恩，你看这里面天使的大招永远都是给队友，甚至都不需要给自己，你看没有？不会留大招。这天使的大招放了2次在团战里面都作用特别大。你看，第一次是给蛮王是吧，扛伤害，然后1打3那波，然后保证自己不死，保证他不死。第2波呢，给了维恩这里越塔，对吧？如果没有这个越塔的话，对方还有可能守住这个中路1塔的，你就只能选择推下路2塔。但这波的话，中路1塔也能推掉，下路2塔也能推掉。这里的话，选择做星石啊。就那句话嘛，我有时候我觉得哈，有时我发出来这些视频，虽然说并不是说特别好的，但是呢，群众的眼睛雪亮的，你们自己能在里面学到多少，那是靠你自己的，而不是说你非要拿着你那个死板的那个脑子，说啊我就要这样打，我就这样打才能赢，是吧？我拿着10年前的东西啊，放到现在，我也就是说10年前的东西就是现在就能赢，那我怎么说你的？大人，时代变了，现在那么多英雄，你为什么不去玩安妮啊？为什么不玩？玩那些弱势英雄啊？为什么不玩？就因为现在设计师啊教你怎么玩游戏呗，所以你不去玩呗，是不是？设计师说天使太强了，我要砍一砍。现在砍成什么样了？
这把的天使，说实话，你说他发力了吗？他有优势以后，他前期3个人头，你说他发力了吗？根本没发力啊！只不过他的大招确实给的好，这个首先是意识问题，你知道吧？因为他知道他给大招在什么情况下给自己是最好，或者给队友是最好的。这样的话，优势已经建立到是吧？两边拿资源，我就问你，只要中立资源永远是自己这边，对面拿什么翻？我就问，难道带线就能比拿资源更有用吗？不可能的。像这局的维恩其实也不算是个高手啊，主要发育起来的这个英雄强度就这么高，而且有队友的配合的话，那就玩得很轻松了嘛。你看，又有天使大招，又有莫甘娜的盾，套上以后减控制，这一波的话，叫个叫鸡狂砍，谁都不好使。你看大招又还有天使的大招。一技能拉回来，把人头收掉，无敌是多么的寂寞啊！哈哈，直接带飞了。好，那这局的话就到这啦，欢迎大家收看，拜拜。哦，后面还有一局啊，搞错了，不是到这了，后面还有一局，欢迎大家接着往下看。